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曾经温柔乖巧、逆来顺受的我，变成了咄咄逼人、牙尖嘴利的刺头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酒吧，我进门就看见林婉婉正抱着我男朋友。肖哥哥，你快说我可不可爱？林婉婉话音刚落，就有人看到了我。邓潇，萌萌来了。同行人提醒道。邓潇和林婉婉同时抬头，林婉婉眸光得意，手动都没动一下。她素来任性，笑吟吟地开口：“萌萌姐，你来了，你说我可不可爱？”说完，还眨眨眼眼，做了一个俏皮的表情。不可爱，一把年纪矫揉造作，看了就让人倒胃口，挺恶心的。我开口说道，心里全是挨骂呀。我本来想说的是很可爱呀，咋搞的？我的病情加重了，我得了一种罕见的病，病情表现为只能说实话。原来我一天只需要说一次实话，现在每句都得是真情实感。如我所料，所有人脸色都变了变，喧闹无比的酒吧，只有我们这个角落安静如鸡。你，萌萌姐要是讨厌我，我走就是了。林婉婉松开了邓潇，脚下一步没动，眼眶红了一圈，委屈的不行，像是我怎么她了一样。我面部表情不受控制地抽搐了一下，要多嫌弃有多嫌弃，说走你倒是走啊，光松手不抬脚。怎么，你现在走路不用脚，改用手了？林婉婉脸上一阵青红白，显然是没想到我这么咄咄逼人。她小嘴唇颤抖了几下，愣是没发出声音。还有，林婉婉，你比我大2岁，你仔细看看你眼角的细纹，粉都要遮不住了，不要一口一个萌萌姐，我受不起。我继续说道，说完心里替自己默哀2分钟。我那个又白又壮的男朋友，今儿8成要到期自动退货了。肖哥哥，你看看杜萌萌。林婉婉气得暴跳，那个姐字再也没法茶里茶气的出口了。邓潇蹙眉看着我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正要说话，你闭嘴！我调转枪口对着他。众人默默地抽吸了一口凉气，悄咪咪地为我竖起了大拇指，夸我是真的勇，天天身边跟一个哥哥。你和他要下蛋吗？你也不嫌烦？我认命地说道。反正我已经病入膏肓，索性就这样吧。还别说，说实话的感觉真爽。邓潇脸色变得阴沉极了，正准备开口，还是我。从病了之后，我无论语速还是脑袋瓜的转速都上去了。说什么说？你还有什么可说？一边有女朋友，一边跟女性朋友没有边界感，渣男，分手。说完，我豪气地转身离开。我走的速度贼快，毕竟邓潇脾气不好，被我这么当众劈头盖脸骂一顿，万一他动手咋办？这个地方我人单势孤，跑就对了。身后隐约能听到林婉婉娇滴滴的哭泣声。肖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想害你分手的。我没想到杜萌萌忽然抽风了一样。抽风？你才抽风？你全家抽风！我嘴上碎碎念，骂骂咧咧出了酒吧，走出去2条街，周围喧闹的人声散去，偶尔有车子从我身边急匆匆地行驶过去，包带从肩膀上滑落，我抓住，小皮包掉在地上被拖行着，发出轻微摩擦的声响。今天是我生日，邓潇说带人在酒吧给我庆祝，结果我变成了单身。倒也算是一份大礼。我去路边的便利店买了1罐啤酒，一个桶装方便面，顺便点了几个关东煮，坐在对着马路的长桌前，大口吃了起来。其实我真的挺惨的，一直都是孤零零没人爱，一直在让步，努力讨好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我以为这样就有人爱我了，但依旧是没有。虽然病了之后说话我控制不了，但原本一直空落落的心好像有了些微妙的变化。手机忽然响起，电话是我妈妈打来的，我唇角微微上扬，看来妈妈还记得我的生日，真好。没有爱情，我还有亲情呢。我接通电话，欢快地唤道：“妈妈。”哼，听声音就知道你过得不错。你这个白眼狼，就知道自己过得不错，根本不管家里死活。吴桂花在电话那边骂道。我愣住，熟悉的开场，赶快给我转5000块钱过来。你弟弟要买一双什么剧的球鞋，他同学都有，就他没有。你这个做姐姐的真是失职，不像话。吴桂花继续骂骂咧咧，我吐了一口气，话已经到了嘴边。你死了吗？屁都不放一个。吴桂花听我没有第一时间答应，声音因为愤怒拔高了许多。我一时半刻死不了，你儿子死了，我都未必会死。我利落的回嘴，这是我活到26岁第一次这么利索地对我妈说话。小兔崽子，你敢咒我儿子，你找死！吴桂花怒极，呵，你也知道他是你的儿子，你生了就该你养，跟我有屁关系！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。吴桂花愣了3秒，杜萌萌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敢不给我钱，信不信我打死你？对，我的意思就是我不会给你钱，从今往后我不会再替你养儿子。你有多大本事就做多大的事，休想压榨我一辈子。还有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敢对我动手，我会报警。到时候你有了案底，你的宝贝儿子上学政审都过不去。我大声说道：“你这个歹毒的混账东西！”吴桂花显然是被我的气场给镇住了。从她出生开始，你们就各种压榨我。我是她姐姐没错，我可以多少帮衬一些，但不是全部承担。咱们家是什么家庭？你和我爸一个月加起来都赚不到5000块，你敢给他买5000块的鞋子，他配吗？你就娇惯吧，早晚有一天，他把你们骨头啃得都不剩。还有，今天是我生日，你但凡用虚假的亲情跟我说上一句生日快乐，钱我都有可能给。谢谢你让我清楚地认识到，你们永远不会把我当成女儿。我不是冤大头，我有我的人生，你别想道德绑架我。最后，你们到了该被赡养的年纪，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请去法院起诉，法院判给多少赡养费，我就给多少。说完，我不理会电话那边已经说不出话的吴桂花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愣愣地看着已经有些坨了的面，用筷子搅拌了2下，面断得七七八八。虽然有点可惜，但心里是真的爽。原来把自己一直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说出来是这种感觉，有点小小的开心，不是大大的开心。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，如果一直在吸食我的血液，早该断开。我轻笑出声，忽然一双好看的手伸到了我面前，我错愕地抬头，一个皮肤白皙到没有毛孔，五官极其精致的小哥哥凑过来，双手捧起了我的面碗。我承认一瞬间我口水差点流出来，食色性也。完了，我被肤浅的吸引了，哪里来的这么好看的小哥哥？姐姐可以，我的病又犯了。小哥哥轻笑出声，小姐姐生日快乐。我一愣，想起刚刚那通电话，我没有控制住的高声说话，一时间觉得有些难看，起身想走。你坐一下，我帮你重新泡一碗面，我请。小哥哥温声说道。他说话的时候看着我，态度诚恳，陌生人的善意让我觉得心里一暖。现在的我格外的贪恋温度，我点点头坐了回去。没多久，他把泡好的面端了过来，我道谢。小姐姐，给鸡蛋，滚一滚，霉运离开。我笑着接过，
一边在桌子上滚蛋，一边低声念叨着霉运滚开，然后大口地吃完了面和鸡蛋。今天谢谢你。不客气，小姐姐，你很勇敢，加油！小哥哥向我比了一个加油的手势，我笑笑跟他道别，走出门。户外的空气格外新鲜，我忽然觉得我的人生其实可以是另外一番风景。第二天早上8点，我睡得正香，手机响起，我伸手摸过，接通，喂，杜萌萌，来公司加个班。电话那边是主管的声音，这是他这个月第8次喊我周末加班。换句话说，每个周六和周日我都会接到他的电话。今天是月末最后一天，不去，我要睡觉。我说道。你说什么？杜萌萌，你竟然拒绝加班？你知不知道公司要培养你？主管拔高了声音。培养？把我放培养皿里的那种养吗？我反问道。我已经连续加班快1个月了，我拜托你孟主管，能不能换一只羊薅羊毛？我秃的还不够明显。你，杜萌萌，你怎么敢这么说话？公司怎么对你怎么样，你没点数吗？公司希望你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。主管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。公司怎么对我的？我入职3年，1分钱工资没涨，我有什么数？ABCD 的 B 吗？我坐直了身体，病情不允许我此时此刻有一丢丢困意。还有，孟主管，既然公司是我家，那我是不是可以不上班，照常拿工资？你，杜萌萌，我看你是不想干了，我现在就开除你。主管从来没有被人这么对过，气急败坏地说道。好嘞，开除我好的。麻烦您支付我3个月的工资，以及之前承诺的奖金和本月工资。我利落地说道。这破烂公司早就该辞职，只是每次我想辞职的时候，都会被各种挽留。那时候没病，总想着不要撕破脸。现在想想，我真是早该病了。你做梦！你那5万的奖金，想都不要想。主管冷声说道。我轻笑出声，主管，您真是中国好主管。说完，挂断电话。刚刚的通话我录音了，嘴好用，人都不一样了呢。1分钟后，我把录音丢进了公司群。周一我会配合办离职手续。发完信息，手机关机，我直接滑进了被窝里，继续睡觉。中午的阳光大片大片地落在窗棂上。我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，原来睡到自然醒的感觉这么好。我哼着歌起床，洗漱，整理妥当之后，才开了机。几十个未接，上百条的信息，噗！老板、主管轮番轰炸。主管先是威逼利诱，后是服软道歉，最后恐吓，要在行业内封杀我。我利落地保存聊天记录。老板则是一如既往的唱白脸，各种承诺大饼铺天盖地。呵，我正准备出去吃顿好的，老板的电话再度打了进来。我想了想自己现在的病情，接通。赵总，萌萌啊，多大点事，咱们不至于辞职。你看咱们公司的前景还是很不错的，我保证以后不会让你再无偿加班。老板笑呵呵地说道，听起来亲切极了。真的吗？老板，我可录音了，我这就发到群里，跟同事们一起乐呵一下。我也笑着说道，比他还要亲切上几分。电话那边的老板明显顿住了。萌萌，我笑笑。萌萌后面那个亲切的啊没有了呢。怎么了？老板，离职手续明天一早就会办好，你放心。你的奖金和补偿1分不会少。老板忍痛说道。好的，老板，还有您去年和前年答应我的奖金以及工龄工资，辛苦您都好好算算。我也是想跟您算清楚，省得麻烦劳动仲裁的工作人员。我说道。电话那边老板的呼吸声都比刚刚沉重了，毕竟这么多钱拿出来，他一定会肉疼。好。
我本想表示一下我衷心的感谢，但是老板没给我机会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吹了吹自己漂亮的齐刘海，起床打车去了一个一直想去但是没舍得去的餐厅，点了自己喜欢的菜。正准备品尝美食的时候，一抬头看见了邓潇和林婉婉，就有点的倒胃口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把他们当成空气，开始大快朵颐。林婉婉却在这个时候看到了我，她拔高声音，娇滴滴地对邓潇说道：“潇哥哥，你看萌，杜萌萌在那边，她一定是觉得自己冲动了，所以才跟踪我们过来的。她想跟你复合，复合你个盖铁心兮！老娘就想安静地吃顿饭，不想听鹦鹉呱噪。”我抬手示意服务生，服务生快步走了过来。我们四目相对，两个人都是一愣。这不是昨天便利店里的那个小哥哥吗？这要巧。我先微笑开口：“是啊，小姐姐，好巧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？”小哥哥笑着问道：“那个没素质的女人，公共场所大声喧哗，麻烦你让她小声点，打扰到我吃饭的心情了。”我傲娇地抬起下巴说道：“开玩笑，老娘现在也是在高档餐厅用餐的消费者，有人权的好吗？”小哥哥点点头，大步走了过去：“这位小姐，本餐厅禁止大声喧哗，您打扰到其他客人用餐了。”用餐的人都用一种看傻子的眼光看他，毕竟这么一把年纪还矫揉造作用夹子音说话，确实很烦人。林婉婉被围观，气得脸色涨红。“你信不信我投诉你？”小哥哥面带微笑：“您可以投诉，但请不要打扰到其他客人。”林婉婉指着小哥哥怒道：“你一个服务员，跟我装什么呢？你信不信让老板开了你？”我一听他为难小哥哥，正准备起身去解围，小哥哥抬手，齐刷地走过来4个黑衣保镖，大高个板寸黑墨镜，看起来安全感十足。“不好意思，你的投诉，我也就是本店老板不接受，我们餐厅也不接待没有素质的人用餐，将这位小姐列入黑名单。”小哥哥霸气地说道。“我干得漂亮！”林婉婉气疯了，她看向在一旁拍手叫好的我，狠狠地跺脚跑了出去。邓潇深深地看了我几眼，才追了出去。我看着摆在眼前的美食，终于到了我的时间。抱歉打扰到大家，今天所有菜品8折。小哥哥大方地说道，成功地收获一波好感。他向我微微颔首，我回以微笑，竟然和老板小哥有了交集。不过在我看来，也就是到此为止的交情。吃饱喝足，我心情畅快地骑着共享单车在城市里穿梭，到黄昏时分才回了我的出租屋。刚到门口，就看见站在门口的邓潇，他单手抄兜，另一手燃着一支烟，带了几分疲惫的慵懒。看见我，先是一怔，接着把手里的烟碾灭，声线微哑：“萌萌，闹够了吗？”我没忍住，冷笑出了声音：“邓潇，分手了的合格前任应该像死了一样，互不打扰。你现在出现在这儿，叫诈尸。”邓潇蹙眉，显然是非常不适应我的毒舌。“你不就是介意我和婉婉关系近了些吗？我以后会注意。”哎呦，我有点意外，邓潇竟然在向我做承诺。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还是妥妥的第一次。邓潇，我们分手了。杜萌萌，欲擒故纵也要有分寸，你再闹下去，什么都得不到。邓潇冷声警告道：“看，这就是上门求复合的渣男的态度。要不是我现在病了，差点被他给泼了。慢走不送。”我侧身让出了路，那意思就是滚，你就是个倒霉蛋，滚得越远越好。邓潇冷哼一声，大步离开。临走前还不忘叫嚣上一句：“杜萌萌，你不要后悔，等你来找我，你不会像今天这样得到我的原谅。”
圆你个大头鬼，走个路也闭不上你那镶金边的破嘴！我骂骂咧咧，不等邓潇回嘴，直接进屋关门。房间内没有渣男，空气都是新鲜的。我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哼着歌开始收拾东西。房子2周后到期，这几年我靠着做兼职赚了些钱，分别放在不同的账户里。我算了算，有10几万，加上我的离职补助和之前的奖金，七七八八，我还能拿到差不多30万。我准备拿出40万付一个小公寓的首付，剩下的月供2、3千，我的副业完全可以承担。以后我也不准备负担家里的开销，还能剩下不少。想着想着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快要完美了。夜色温柔美丽，我睡得安稳。第二天上午9点，我迈着六亲不认的步子走进了人事部办公室。办公室里，我的主管、人事主管、老板全都在，大有3堂会审的架势。如果是从前，我一定咽咽口水，腿肚子发软，转身就跑。但现在，我可是重病缠身的人，怕个巴巴！我雄赳赳气昂昂地进门，环视众人，微笑地打了招呼，最后对人事主管开口：“万主管，麻烦您了。”显然，他们被我坦然处之的态度惊得呆住了。万主管看向老板，老板看向我主管，我主管看向我。好嘞，4人一个闭环。嘿嘿，那个萌萌啊，咱们就是一点内部矛盾，我道歉，你看能不能？主管硬着头皮开口。我瞧着他那比前天更秃的瓢，咧嘴一笑，露出8颗小白牙。主管，话我已经说到位了，不走的话，不是等着被你们各种虐待穿小鞋吗？咱们就别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老板脸色难看。杜萌萌，您放心，钱到位，我立刻马上删除手机上的音频。我已经学会抢答了。当然了，手机上删除了，我网盘里还有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过河拆桥，倒打一耙？毕竟都是没什么底线的人，我不得不防。他们安分做人，我就好好走人，否则撕到底。见我如此坚决，他们也没再废话，一落地办好手续之后，财务秒转款，在我出门前办理妥当。我也很上路子，在众目睽睽下把那些音频打包后彻底删除，给他们安心。老板松了口气，转身离开。主管明显准备出一口恶气再走，他看着我，凶神恶煞地说道：“杜萌萌，别以为你走了就太平了，那不然呢？你准备揍我一顿出气吗？那你来呀，你动手，我立刻换房子买车。”我一脸欠揍且傲娇的表情，气得主管原地转圈圈。我笑笑，拎着小包转身离开。咱老百姓啊，今儿真高兴。我哼着小曲，打车去看房子，目标明确。当天我就定下了自己看中的小公寓，那是个2手房，房主是个美女，因为结婚换婚房，所以卖房子。室内的装修都是我喜欢的风格，稍微软装一下就是个温馨小家，只属于我。我们相谈甚欢，一拍即合，下午签约，贷款手续办得也顺利。很快我拿到了房本，房主已经交了钥匙后，我给自己换了指纹锁，以后出门终于不用拿钥匙了，又开心了。忙忙碌碌的这几天，我到家就工作，出门就忙房子，没时间看手机上的无聊小作文。今儿闲下来，才好奇地看了起来。我爸妈弟弟轮番发信息批斗我，呵，有趣了。以前我只要看到这些个信息，就心痛内疚，现在完全无感，并且觉得他们简直有病且无理取闹。还有几条信息是林婉婉发来的，依旧是那副委屈的样子，表示他和邓潇没关系，让我不要误会，都分手了，谁还在意你们是不是婊子和狗？最意外的，邓潇
竟然也发了信息过来，看得我火大。杜萌萌，原来是因为攀上了周明池才跟我分手的。我告诉你，周家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。想想你的吸血鬼父母。我拧眉思考，所以周明池到底是谁？5分钟后，我确定不认识这位传说中的奸夫。算了，我一个重症患者跟自己计较个什么劲？想不明白的就不想。况且渣男前任的话，那不就该当个屁一样的放了吗？我扑哧一笑，检查了一下东西，约好了下周搬家，接着欢乐的入睡。只是我没想到，第2天一早，我被人贴了大字报，还被人挂在了网上。咣咣咣，砸门声把我吵醒。我拧着眉起身，走到门前，听见了外面的哭喊声。就是这里，我的女儿就是住在这里，她是高级白领啊！我一把屎一把尿，含辛茹苦地把她养大，起早贪黑的干活赚钱，供她上学。结果她现在有出息了，就想着自己怎么享受生活，把我和他爸丢在农村不闻不问啊！我们带着他弟弟艰难度日，我们太难了才来求他，结果他门都不开啊！坐在我门口嚎啕大哭的女人是我亲妈吴桂花，旁边陪着她抽泣的是我亲爸杜老六。各位网友，现在这个社会提倡尊老爱幼，怎么会有这么不孝顺的女儿呢？熟悉的茶味响起，举着手机对着我爸妈和门板拍摄的人正是林婉婉。早就听说杜萌萌，哦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不小心把您女儿的名字说出来了？林婉婉捂着嘴，一脸的小惊慌。没事，怎么能怪你呢？都是主播，你人美心善，愿意帮我们才能找到这里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这个不孝女杜萌萌住在哪儿。杜老六大声说道。哦，原来是林婉婉安排的大戏。我打开直播，里面粉丝疯狂地刷了一波666，满屏弹幕都是主播最美，主播最温柔，主播心地善良的小天使。那个屋里面恶毒不肯赡养父母的女人怎么还不出来接受正义的审判？就是+1。屏幕上飘着咒骂的语言，更吸引眼球的特效字幕出现了。听说这个杜萌萌还是个小三，破坏了主播和他竹马哥哥的感情，现在还死皮赖脸地缠着人家。小三，不要脸的东西，果然没有道德的人哪都不行，快人肉他！没多久，我的信息被爆了出来，包括我曾经的工作。实话说，如果是以前，我肯定已经抱头痛哭，惶恐地出去承认错误，各种道歉，用我的血汗钱来换他们的原谅和息事宁人。我无比庆幸自己现在病了，不应该说我以前是病的。别人的眼光，别人的评价有什么重要的？明明是他们在欺诈我，却能颠倒黑白，不就是一张嘴吗？谁没有啊？我正准备报警，忽然发现又有人下场了。我实名曝光，杜萌萌刚刚从我们公司离职，因为公司业务繁忙，需要她辛苦一下。结果她不仅不肯来公司帮忙处理一下，还出言不逊，又来公司大闹，逼迫公司给她钱才肯离开。公司考虑到其他员工的工作环境和安全，不得不答应了他的要求。弹幕还可以这样操作的吗？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。公司也太好了吧，处处为员工考虑，简直就是良心企业。还招人吗？我去扫地。就是，我来总结一下，这个杜萌萌，第一，不赡养父母和弟弟；第二，做小三，破坏主播和竹马哥哥的感情；第三，威逼公司高管。乖乖，妥妥的霸王花呀！毒蛇怕不是都没有这么毒吧？我看着铺天盖地的谩骂声，冷笑出声。有意思了，我还没一个一个跟你们算账，你们倒是先找我了。好，那就玩得大一点。我先报了警，
10分钟后，警察赶到控住了局面，我才打开门。所有的复仇都要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下，人民警察一直都是我们的依靠。林婉婉的手机直接对着我的脸拍：萌萌，你愿意出来就好了，叔叔阿姨只是想跟你沟通解决问题，我们也没有恶意，你怎么还报警呢？弹幕：心虚呗，他慌了，怕不是知道自己要上镜，还特地化了妆。我竟然觉得他长得还不错，就是难怪能去插足别人的感情。我对着林婉婉的手机开口说道：我现在要求全程直播处理这件事的过程。林婉婉，你敢不关直播让我把所有的事实澄清出来吗？我语气坚定，目光更是坚定。一句话，弹幕画风变了，我咋觉得好像有些不对劲呢？现场还有其他的主播在凑热闹，我转身找了一个看着相对顺眼的小姑娘，对她微笑：这位小姐，麻烦跟我拍全部的过程，我会提供相关证据，一一解答你们的疑惑。吴桂花和杜老六这会儿终于回过神，嚎啕大哭：萌萌啊，我们没想把你送进警局，我们只是想要点钱过日子。过什么日子？给你们的儿子买 AJ 吗？我反问道。杜老六装可怜：萌萌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继续逼问：生活费我没有给吗？为什么还特意在我过生日那天找我要5000块钱？就因为弟弟要买 AJ， 他凭什么买 AJ？ 那别人都有，你弟弟怎么能没有？吴桂花的话冲口而出，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原本有些喧闹的楼道瞬间安静如鸡，弹幕里更是短暂的消失。5秒后，没钱，是没钱买 AJ， 我擦，我都不敢买，这不是把女儿当成提款机养儿子？这种父母算特么什么东西？我有点期待后面的瓜了。萌萌，我不知道你家的情况是这样的，对不起，我们还是去进去私聊解决问题吧。林婉婉脑袋嗡嗡的，她忽然意识到我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沉着冷静的应对让她害怕了。林婉婉，你一个被抢了竹马哥哥的小青梅，有什么慌的？我笑问道。看了一眼我选中的主播小姑娘，这是我和她的竹马哥哥官宣成为情侣的朋友圈，我们2个都发了。为了保护她的隐私，我把照片马赛克一下，你们都看着不要录。弹幕：杜小姐真的可以呀，还知道保护自己的男朋友，可不是，她这大气的样子，不可能是小三。我站她，我也是。林婉婉气急败坏地想过来抢我的手机，我侧身躲过。干嘛？林婉婉，既然你在弹幕诱导大家说我是小三，那就公开给大家看看，谁是他公开承认的女朋友，又是谁在明知道他有女朋友的情况下跟他勾肩搭背，半夜打电话。再看看我和他为什么分手。我话一句一句地说。林婉婉脸色变得越来越白，主播小姑娘聪明地调整好了距离，把我们2个对峙的画面拍得清清楚楚。林婉婉心虚的样子已经不需要任何证据了。弹幕哗然，竟然是3喊捉3，简直把大家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。贱人滚出中国！林婉婉看向我爸妈，希望他们快点冲上去，把水搅得再浑一些。萌萌，你……吴桂花正要说话，你们先闭嘴，不着急，我一个一个解决。我侧眸看向他，也许是我此刻的气场太过强大，吴桂花和杜老六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，没敢再说话。下面说公司的事，实名曝光，我的是我的主管，1个月4个周末全要加班。这样的工作给你们，你们要不要？我问道。证据，证据，证据！弹幕一水这2个字。主播小姑娘低声提醒我，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不过喜欢看实锤，喜欢就喜欢呗。
反正我有证据。我拿出了手机，打开网盘，把先前所有的录音一股脑地播放完毕。好在我忘记清理网盘了，要不然啊，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呢。我对着镜头微笑。主管，如果你们觉得证据有误，可以随时报警，我全力配合。另外，哪位热心网友帮忙举报一下，让相关部门介入调查一下。我知道这会，我主管一定在哭，老板也一样，毕竟被罚款的数额不会小。弹幕：我们错了，女战士、女神、女英雄。我笑笑接着说道。最后，赡养父母这件事，吴桂花和杜老六同时哆嗦了一下，他们惊恐地看着我。萌萌啊，我们可是你的亲生父母，真的是吗？我问道。这句话问出口的时候，我眼眶都红了一圈，绝对的真情实感。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是捡来的，你们好吃的从来只有一份，是给弟弟的，而我呢，在离开家之前，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穿过。我们这么多年还供你上学了呢。吴桂花立刻说道。供我上学，那是因为我成绩好。你们跟学校谈的条件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想让我留在学校，就要给我弟弟留名额，所以你们才让我上学。我这些年发的奖学金，你们给过我一分吗？我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用什么，你们哪一样不是算计到极致？我大声质问道，眼泪都蹦出来了。我抬手胡乱地擦了一把。你们把弟弟养得像个养尊处优的少爷，而我呢，只是你们谋取利益的工具。从我上大学开始，你们就要求我兼职打工，每个月必须给家里2000块钱家用，这是我们这么多年的转账记录。我拿出手机，这都是你应该做的，我们生养你一场。吴桂花咬牙切齿地说道。警察也蹙眉，拦住要上前对我动手的吴桂芳和杜老六。弹幕：太心疼小姐姐了，我真是没想到事实竟然是这样的，我没控制住哭了。我也是这样的，但是我没有小姐姐的勇气，我要向她学习。太好哭了，我大声道。生养一场就是为了利用，如果这样，我宁愿你们没有生养过我。我没有义务帮你们养儿子，就算你们没有劳动能力了，我可以提供最低帮助，但给不了你们想要的富贵。你们根本不是在爱他，是在害他。离开了你们，谁会惯着他？我顿了顿，平复了一下情绪。为了让我不停地给家里拿钱，你们甚至还哄骗我说是借款。我举着手机，上面有50万的借条。这是你们写的欠条。吴桂花急了，杜萌萌，你个白眼狼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我直接对身边的警察说道。警官，我要报案，有人欠钱不还，麻烦你们立案，他们再不还，我就走起诉。杜萌萌，你敢？我笑笑，你很快会知道我敢不敢。最后，吴桂花和杜老六被带走。林婉婉狼狈逃跑，主播小姑娘全程直播，我一下就红了，差点成为被压迫女性的精神领袖。小姐姐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们被林婉婉误导，以为你是那样的人，请你原谅。最后直播结束前，请您跟大家说几句吧。主播小姑娘诚恳地说道。满屏弹幕，请女神讲话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开口说道：未知全貌，不予置评，是成年人的最低原则。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对我疯狂输出，我但凡心里脆弱一点，就被你们刺激死了。到时候真相揭开，你们一句对不起，我们冤枉你了，满屏默哀，满屏道歉，死人就能活了吗？然后你们再转身去网暴误导你们的人。仔细想想，你们不就是一群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蠢货吗？在键盘前，一个个正义凛然，大公无私，离开那个位置，
一个个又畏畏缩缩、唯唯诺诺、堂堂正正才叫人，随便喷粪、叫垃圾。我说完转身离开，徒留主播小姑娘和一众网友弹幕骂得可真直接，可不是第一次被骂，然后还不想反驳。姐姐说的对，以后可不能乱说话。我刚刚想，如果是我真可能被压力压得跳楼。是啊，谁有萌萌姐这么强大的内心啊？接着满屏受教了。我进屋之后，直接钻进浴室，好一会才平复了心情，悄悄的，不是超级大声的笑出了声音。1周后，我搬进了新家，只属于我的新家。那天之后，林婉婉彻底从一个小网红沦为全网黑，她出门都被人指指点点，最后不得不鼻涕一把泪一把地直播道歉。结果直播那天，曾经被他绿过的女人们带了节奏，让他被全网怒骂。一夜之间，他更黑了。我的前公司主管成了替罪羔羊，老板汽车保帅把他给开了。从此以后，公司真的没有免费加班了。好几个前同事发信息向我致谢，不客气，这是正义小姑娘应该做的。至于我的父母，我一纸诉状将他们告上法庭，他们开始不以为然。后来我申请了强制执行，他们唯一值50万的就是那套房子，房子落在了我的名下。他们在找到我的时候，虽然怒不可遏，但明显已经学会了控制。我和他们约在律师所，提了几点要求。第一，房子落在我名下，他们可以继续住，但是要付房租，房租写欠条即可。我想要的时候，欠条就是催债符，我要先保护好自己，再说其他。第二，他们2个人60岁之后，我每个月给他们2000块钱赡养费，再多1分都没有。第三，我不负担他们儿子，也就是我那个熊孩子弟弟的任何费用。第四，他们不可以打扰我的生活，同意就签字，不同意我就走人卖房子。他们住哪儿跟我没关系。吴桂花和杜老六最后骂骂咧咧地签了字。临走前，我作为女儿最后一次提醒他们，惯子如杀子，你们给不了的就不要给，他或许还有救，他有救，也许以后我们的亲情也有救。我言尽于此，听不听得进去我管不了。我知道自己现在看起来非常的冷血自私，但如果我不这样，我就会成为一个被吸光了血的可怜虫。人先自爱，再爱人。无论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局面，都别把自己放在一个应该的角色上。无论对谁，你都不必无底线的付出。后来，邓潇找过我几次想复合，都被我拒绝了。他看起来有点难过，但我相信他很快会有自己的新生活。毕竟，要死要活的爱情只有书里才有，现实中的男人啊，比钱都现实。再后来，我和周明池正式认识，他就是便利店的小哥哥，也是高档餐厅的老板。那天在便利店是凑巧他帮朋友值班。至于我和周明池有没有后续的故事，那要交给时间。即使受过伤害，也有拥有幸福的权利。我期待平等健康的爱情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的闺蜜是个绿茶，没想到有一天她会扎到我头上。我前脚刚跟男朋友分手，后脚她就发来微信：姐妹，我跟你前男友在一起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哎呀，放心，我跟他只是玩玩，你懂的。我笑了，玩吧，你俩反正挺配的。真的，我没回答，直接拉黑了他。真讽刺，我的好姐妹和我的好男友一起给我戴了顶绿帽子。半个月前，我就发现许阳不对劲了，手机破天荒地改了密码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公司最近有保密项目，他以前那个密码
有朋友知道，所以改了一个，我也不能知道。我疑惑，他摸了摸我的头，公司机密。再说了，宝宝，我是什么人，你还信不过吗？想想也是，许阳跟我在一起3年，一直是3好男友，从来没让我吃过别的女生的醋。后来有一次，微信消息一响，他马上就拿起手机，回复的时候还刻意找了角度不让我看见。我留了个心眼，半夜起来喝水，他的屏幕还亮着，我坐起身，他马上就关了。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他有事瞒着我，所以某次趁他睡着，我用他的指纹开了锁，他的微信空空如也，只有和我的聊天记录，其他的都删了，还挺警戒的。我打开他的美团送餐，只有他公司的地址，打开淘宝也是一样。我笑了笑，打开了他的抖音，私信干净，关注干净。我随便点开一条抖音，点击分享，我的头像排在第2，第1是一个陌生的头像，但是意外的让我觉得眼熟。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到是谁。我点进他的主页，号很新，看来是个小号。看着正在熟睡的许阳，我心想倒是厉害，愣是干干净净的，没让我找到一点证据。我这人喜欢讲究证据，所以我忍了许阳，没跟他分手。1个星期后，他出差回来了，大包小包的。我问他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回来，他一边搬着箱子一边说：“哦，跟同事逛免税店，他买了些东西。我想你也好久没出去了，就随便给你买了些化妆品。”同事，我起身上去抱住他，辛苦宝贝了。他的衣领处萦绕着一股淡淡的香水味，是香奈儿的黑 Coco。不辛苦，不都是为了你吗？许阳笑道。我笑着推开他，那今天晚上我请你吃大餐，我去换衣服。好。我走进房间，梳妆台上摆满了各种牌子的化妆品和香水，但是很可惜没有黑 Coco。晚上吃饭，我假装不经意问了句：“这次出差去的哪儿？”他头也没抬：“三亚。”三亚适合旅游的好地方啊。许阳抬头看我，本来是想带你一起去的，但是这次有些忙，实在是没时间玩。没时间玩，有时间逛免税店。我笑得不动声色。晚上，我刷着微博，朋友突然发了消息给我，去三亚都没给我带点海鲜回来吃，不厚道啊！我疑惑，我什么时候去三亚了啊？我看陆思静的朋友圈，我以为你俩一起去的呢。咋啦？吵架了？我点开闺蜜的朋友圈，干干净净的，只有上个月我俩去动物园的照片。什么朋友圈？朋友截图给我，陆思静的第1条朋友圈，一组9宫格，蓝天碧海，还有她大秀身材的性感照片。文案：和你赴约三亚的夏天，时间：昨天下午。可是我这朋友圈的页面还是停留在动物园，原来是把我屏蔽了呀。我慢慢笑了，有意思。陆思静是我的大学室友，至今为止我们认识了5年。陆思静嘴巴甜，家里有点小钱，喜欢送各种礼物给室友同学，因此她人缘很好。我们开始的关系也只仅限于室友。后来因为一次偶然，她生日请了很多人去喝酒，期间我去了一趟厕所，回来的时候他们跟别的卡座的人杠上了。陆思静像只战斗的公鸡，张牙舞爪的。隔壁卡座站起来一个男生，颇有动手的架势。陆思静一下萎了，我敲碎了酒瓶，站在他身前：“你动手试试。”我发誓，那是我这辈子说的最男人的一句话。气氛没有僵持多久，那边传来一声轻笑：“阿恒，算了。”嗓音清冷悦耳，富有磁性。那个站起来的男生骂骂咧咧地坐了下去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出头，或许是因为陆思静前不久送了我一块手表吧。
那是我想了很久却没有钱买下的，它作为我的生日礼物送给了我。回去的路上，陆思静搂着我的手臂摇啊摇。乔元，你今天太帅了，好飒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杠上的原因是陆思静看上了别人，想要个微信，别人不给。陆思静在那么多人面前有些下不来台，非要别人给。人朋友看不下去，嘲讽了2句，才有了后面的事。知道真相的我有些后悔莫及，为什么要出手，像个傻逼。然后我就成为了陆思静的闺蜜，她自己说的最好的闺蜜。可是我不知道，陆思静除了我还有好多闺蜜。许阳是陆思静介绍给我的，他是大我们1届的学长。陆思静说，圆圆学长乃良人，信我。许阳人如其名，温柔谦逊，和我的性子倒是合得来。我没谈过恋爱，在许阳热烈的追求下，我被攻陷得很彻底。官宣那天，陆思静还嚷嚷着我们结婚了，他得坐上座。我笑了笑，说好。跟许阳在一起3年，我们一直都很好，我们会互相体恤对方，给彼此一些小惊喜，买对方想要很久的礼物，也会一起出去旅游，会坐在沙发上憧憬着未来，会在对方很累的时候给上一个拥抱，做彼此最温暖的港湾。我坐在沙发上想了一夜都没想通，许阳为什么会出轨。第2天早上天刚亮，许阳就起了，看到我坐在沙发上，他吓了一跳。圆圆，你坐这干什么？你什么时候起来的？我不说话，他皱起眉，走过来我身边，轻轻替我按着头。头又疼了，是不是又熬夜了？鼻子有些发酸，我慢慢红了眼眶。许阳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？我们明明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还要出轨呢？他的手指顿住，再没有其他动作。我逼退眼里的泪意，撇开他的手，站起身。这个月的房租是我交的，截至今天14号，我住了半个月，请你把剩下半个月的房租转到我支付宝上。今天之前，我会把我的东西都清出来搬出去。许阳，我们分手了。至始至终，许阳一句解释都没有，他只是坐在沙发上，沉默地看着我往外一件件搬东西。天黑前，我搬完了最后一箱东西，离开时，许阳轻声喊了我的名字，圆圆，声音里含满了不舍，我却只觉得恶心。我提起箱子，开门、关门，动作一气呵成。微信里是陆思静半小时前发来的消息，姐妹，我跟你前男友在一起，你不会介意吧？陆思静是绿茶，我大2那年就知道了。大2那年，寝室里4个人，只有我没有谈恋爱。陆思静换男朋友的速度比她换衣服还快。今天和这个学长爱得死去活来，明天喜欢上了小1届的学弟。如果有一个男生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超过1个月，都是值得吹牛逼的事情。黄月最近谈了个男朋友，是以前和陆思静好过几天的学长。陆思静知道这件事后，反手把那学长勾搭了。黄月和陆思静在寝室里大吵一架。你明明知道他现在是我男朋友，你还约他吃饭是什么意思？陆思静欣赏着新做的指甲，浅笑。以前他约我吃饭来着，昨天突然想到了，我那次好像爽约了，所以约他一次。这跟他是你男朋友有什么关系吗？黄月，他今天要跟我分手，你敢说和你一点关系没有？陆思静毫不在意地笑了笑，甚至抬头问坐在上铺的我，圆圆，你给我看一下我这个新做的指甲好不好看？黄月气得满眼通红，她踹了陆思静椅子一脚。是，你有钱，你长得好看，你会穿，会打扮，妆化得美，你动动手指就有好多男的前仆后继地贴上来。可是你明明已经知道我跟何木在一起了，
你还约他吃饭、喝酒，跟他暧昧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张婷跟我说，你以前就喜欢抢别人男朋友，我还不信，我现在信了。陆思静，你真让人恶心。说完，他摔上门离开。下午就申请了调离寝室。我不解，问陆思静，你为什么邀约何木吃饭？说了是欠他的，前几天朋友在说，就回了他一顿饭。那喝酒暧昧又是怎么回事？陆思静岔开话题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约会要迟到了，我先走了，晚上替我答个到，不回来了。黄月晚上来搬东西，我帮着他一起收拾。离开前，他看着我认真道：乔元，别跟陆思静走得太近了，你是个好人，他未必是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你好好想想。后来这样的事又发生了几起，都是同学或者朋友，他一点也不顾及距离，和别人的男朋友走得格外近。我说过他很多次，他每次都满不在乎。到底有没有事儿我自己清楚，你别听别人乱传。再说了，乔元，你到底是谁的闺蜜？怎么每次都站到别人那边？我们会吵架，然后冷战，过几天陆思静又会回来认错，笑眯眯的。别生气了，我以后一定保持距离。大三，他给我介绍了许阳，意外的是，他懂得和许阳保持距离。我真的以为他变了。手机响了起来，屏幕上陆思静3个字跳跃着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接了起来。圆圆，跟你开玩笑呢，怎么还当真了？真分手了？开玩笑。是啊，刚听许阳说你们分手了，我跟你说笑的。我怎么会抢你的男朋友呢？虽然吧，我是挺渣的，但是也不至于抢你的，对不对？我扯了扯嘴角，来朝阳。好了，朝阳是他带我去的第一家饭店，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吧。我在朝阳等了他1个小时，他才姗姗来迟。久等了姐妹，怎么今天想着来这里吃饭了？我没理他，示意服务员上菜。吃饭的整个全程，陆思静都在说他是逗我的，别当真，开个玩笑而已。他其实很珍惜我这个朋友。我听得想笑，最后真的没忍住笑出了声。笑什么？他也笑。我搅动着碗里的汤。既然如此，你敢把你手机给我看吗？陆思静止住笑意，握着手机的手指明显一紧。这次三亚玩得怎么样？还开心吗？屏蔽我，怎么不把我们共同的好友也屏蔽了？搞得多难看啊！我说。陆思静沉默着没说话。我继续道：许阳出轨出得干干净净的，你教的吧？抖音都是用小号聊的，那你怎么忘了让他多给我分享点抖音，好把你第一的位置顶下去？那个小号，我想了半天才想起是你，香奈儿的黑 Coco， 还是我送你的呢？那是我拿到的第一笔稿费给你买的礼物。许阳从三亚回来，衣服上都是这个味道。你别跟我说你俩同时在三亚，还偶遇了是凑巧，你也不用装了，真的没意思。我就是不明白了，你如果喜欢他，你当初把他介绍给我是怎么回事？还是说……我顿了顿，慢慢道：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，喜欢抢别人的男朋友。陆思静咬紧牙：乔元，你话可以说的不必这么难听，还有更难听的没说呢，你要听吗？我问。陆思静，你管不住自己的男人，倒是我的错了。我冷笑，这话说的，你多委屈呢？你是什么人，我俩心里都清楚，也不用说这些场面话给谁看。好歹做了你5年的好姐妹，既然你们臭味相投，喜欢偷腥，我成全你们就是。陆思静猛地站起身，乔元，你以为自己多清高？不靠我，你能有男朋友？他动静有些大，周围的人都投来探究的目光。我不想再跟他过多纠缠，知道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桶。恭喜
你的垃圾回收了。他捏紧了拳头，我挑起眉，怎么还想打我不成？他最后没动手，踩着他的恨天高离开了。自此，我和陆思静彻底决裂。分手后的日子不算难过，因为根本没时间让我难过。编辑每天催命似的催稿，我天天不是在码字就是在码字的路上。大四结束后，闲来无事写了篇短篇小说发到网上，没想到被编辑看中，从此走上了网文写手的道路。就在我深夜码字时，朋友发来微信，陆思静造谣我骗钱。看到他发在班里群里的那些文字，我气得牙痒。在一起3年呢，用了许阳学长多少钱你们是不知道，各种奢侈品、大牌化妆品10几万呢，这不是借着谈恋爱的名义骗钱吗？哎，也是我的错，我当初看人眼光不好，挑了这么个人给学长。可是我记得乔源现在是写小说的，1个月也挺赚钱的吧？而且情侣之间不都是你情我愿的事吗？这是朋友为我辩解的词。下一秒，他就被陆思静踢出群聊。群是陆思静创的，他大学人缘好，基本上整个班都进了。我因为跟他关系好，有什么事或者八卦，他都会跟我分享。所以当初我没进群，我以为他背着我出轨许阳已经是很恶毒的事了，没想到居然还在背后胡乱编排我。第2天我就杀到了陆思静的公司，他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，律所挺安静的。我走了进去，前台问我找谁，有预约吗？我找陆思静。不巧，陆律师今天出庭了，不在律所。有什么事的话，您可以留个电话给我，他回来了，我马上通知您。来的不是时候。我转头问道，请问网络造谣可以告吗？前台被我问得有些懵，思考了一会儿，我后知后觉，他只是一个前台，未必懂刑法，我有些为难人家了。没事儿，我随便问问你。根据刑法第246条，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，情节严重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。一个清冷磁性的男声从身后传来，前台小姐姐低头尊敬道：“主任。”我转身，男人很高，裁剪得体的西服更衬他腰身纤长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干净利落。他微微额首：“女士，需要法律援助吗？”嗓音低沉动听。我发誓这是第1次见这人，但就是莫名的觉得很眼熟，非常眼熟。我绞尽脑汁想了半天，才终于想起，这人是陆思静的男神蒋年，就是那场酒吧闹剧。陆思静要的就是蒋年的微信，我以为蒋年也跟那些男生一样，几天后他就忘了。没想到陆思静追了他几年，所以当初死活要进这家律所，是因为老板是蒋年。好巧不巧，大门被推开，陆思静的声音响起：“师哥，你也在？太好了，我这有个案子。你……”话音未落，他看到了站在蒋年身前的我，脸色一变，他合上文件，冷冷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我微笑，看向蒋年：“主任你好，我确实需要法律顾问，具体的情况我们去楼下咖啡厅聊聊。”没等蒋年说话，陆思静几步走到他身前，横在我和他中间：“办公室就可以谈，为什么要去咖啡厅？还挺护着的。”我站直了身子，说的也是，那就在这谈。陆律师之3当3就算了，这属于道德败坏，我没法告你。可是你昨天在班里群里污蔑诽谤我骗钱，可以告吧？陆思静的脸色一下变得铁青，所有人都静默不语，竖着耳朵听着或看着这场闹剧。蒋年适时地打断了这良久的沉默，
他伸手勾了勾鼻子，道：“可以告。”陆思静的脸色更难看了，她的拳头紧了又松，松了又紧，最后眼里竟挤出了2滴眼泪。她转身面对蒋年，嗓音有些委屈：“师哥，我昨天跟朋友喝了点酒，说话是有些不经大脑思考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至于吧？而且你别听她乱说，我没有当小三，是她男朋友主动邀约，我赴约也是为了跟她说清楚。谁知道这女的不分青红皂白，把我约出去就是一顿骂，今天还追来公司羞辱我。”话说到最后，陆思静已经小声啜泣了起来。很好，演技一如既往的精湛。我抱起手臂，好整以暇：“陆思静，你是垃圾袋吗？这么能装？你知不知道，昨天我们的对话我都录音了的。”他背影一僵，我笑得格外灿烂。想不到吧？我还留了一手。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蒋年扫了一眼，热闹挺好看呢。活都干完了，人群散开，后续就是编辑的夺命连环 call 又来了。我只能先行撤退，撤退前还留了蒋年一个电话号码。陆思静咬牙切齿地看着我走出律所，我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爽。再后来，还没等我有实际行动，陆思静倒是先一步动作，她买了巨多的水军，把我的新闻给攻陷了，评论千篇一律的烂。这新闻大纲我写了2个多星期，修修改改的，这是出的第3章，托陆思静的福，出身未捷身先死。看着满屏的差评，我气得心梗都要犯了。然后我拨通了蒋年的电话，电话响了3声后被接了起来。喂，蒋律师您好，我是乔媛，乔小姐，有什么事吗？一番询问后，我了解了陆思静的这些作为都是能够被起诉的。怎么样，乔小姐？如果您需要律师，我很乐意。电话那端的声音很愉悦。蒋律师冒昧地问一句，您好像有些幸灾乐祸。那边顿了顿，然后传来他的轻笑：“一点吧。好家伙，陆思静这么多年真是白勾搭了呀。”就在我收集证据，打算告陆思静时，许阳给我打了电话，他的电话被我拉黑了。他很聪明，用了其他人的手机打给我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挂断。圆圆，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出轨吗？你来潮嗨，我告诉你，我承认，我确实非常想知道，所以我去了。潮嗨是一个酒吧的名字，我不喜欢去，但是陆思静喜欢。她说，我就是享受酒吧里那种自由无拘无束的感觉。我实在不知道有啥自由的，里面的音乐声震耳欲聋。每次从酒吧出来，我耳朵都得聋好几天。潮嗨一如既往的人多，我找了2圈才看见在角落里喝得不省人事的许阳。我走过去踢了他一脚，死了。许阳醉醺醺地睁开眼，看到我后突然猛扑上来抱住我的腰。圆圆，圆圆，我错了，圆圆，我不该鬼迷心窍，不该背叛你，我真的错了。你知道我这些天过得有多难受吗？我真的快死了。圆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原谅我可以吗？我保证下次不会了，不，再也不会有下次，我发誓，求你了。原来渣男出轨求原谅的戏码是这样的，如果不是我小号有他好友，我就真的信了他的邪了。我用力扒开他的手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是吗？前几天跟陆思静甜蜜坐轮渡看夕阳那个人是我。他的表情一下变得僵硬，我笑出了声。许阳，你跑来我这儿演这种深情的戏码，陆思静知道吗？他沉默不语，只是看我的眼神有些深沉，吃着碗里的还要看着锅里的。这招你跟陆思静学得挺好啊，果然蛇鼠异哦。一边跟陆思静你侬我侬的，一边还想回头来继续纠缠我。
看他那副样子，今天肯定是问不出来什么了。我转身打算走，许阳轻声道：“陆思静只是在玩我。”我停下脚步，我昨天才知道，她有一个喜欢了很多年的人，她谈过交过的每一任男朋友，都只是因为他们跟那个人有相似的点。我去，替身文学，圆圆。她的声音突然哽咽，对不起，我一开始喜欢的人是陆思静。我突然茅塞顿开，转身看他，所以你追我是因为陆思静喊你追的？许阳微微点了下头，我冷笑出声，心底却莫名的犯了疼。许阳，我原本以为陆思静已经很恶心了，没想到你更恶心。我一字一句。许阳拽紧我的手，我承认，一开始的确是因为他，我没法拒绝他，所以才答应的。但是圆圆，这3年来，我也是真的爱上你了。那些喜欢不是我装的。我抽出自己的手，有些厌恶。可是陆思静勾勾手指，你不是屁颠屁颠滚过去了？许阳突然拿起一个啤酒瓶砸碎，他捡起碎片按在手腕上。圆圆，我真的知道了错了，你原谅我可以吗？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发誓，我一定和陆思静断得干干净净的。动静之大，引来了无数人的围观。这招也是陆思静教的。我承认，跟许阳在一起的这3年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他对我无微不至，温柔谦逊。但是我只要一想到这些都是装的，睡在一张床上却同床异梦，对别人甚至比对我更好的时候，我的胃里直犯恶心，威胁我：许阳，这3年你真是没看明白我呀。我这人一向软硬不吃，割腕是吗？割吧，没关系，我替你打120。许阳咬紧牙，微微颤抖着手腕，却始终没有割下去。我一晚上的时间真的都快被他浪费完了。不割，那我走了。我撇开人群，走得特快，生怕他又出什么幺蛾子。走出酒吧，在门口，我小声骂道：“废物！”连割腕的勇气都没有。旁边突然传来一阵掌声，回头看见蒋年，他指尖夹着烟，唇角微微扬着。乔小姐果然与众不同，她怎么在这？我想了想，认真问道：“蒋律师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人能不能一起告？”蒋年看了我半晌，突然大笑出声：“随便问问，不必当真。”我有些尴尬，他掐灭了烟，走近了我一些，他挺高的，我得仰着头才能和他对视。他双手插兜，弯下腰，凑近我道：“想要咨询法律问题，可以，但是我帮了乔小姐这么多，乔小姐是不是得帮我个忙？”“你已经开始帮忙了，不是还没打官司吗？”我耐着性子问道。“什么？帮我应付一下家里的相亲？”我上下打量他几眼。蒋律师这么年轻就被催相亲了，没办法，家庭所迫。相应的，如果乔小姐需要，我也可以应付，比如陆思静。他继续说道。我思索了片刻，我拿下了陆思静追了多年未果的男神，这感觉想想就爽。成交。我伸出手，合作愉快。蒋律师，他微微握住，合作愉快。乔小姐，我准备离开。蒋年从口袋掏出车钥匙晃了晃，现在开始演练一下吧，送女朋友回家。我这边还在想着怎样利用蒋年遗弃陆思静，蒋年那边已经给我买好了机票，被他连哄带骗坐上飞机，我都还是蒙圈的。蒋年，你不会想把我带到哪个山沟沟里卖了吧？犯法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他勾着唇角笑。放心，就你这样的，卖不了几个钱。那你带我去哪儿？飞机落地，三亚。我还在抱怨这么热的天来什么三亚，就听到陆思静的声音：“师哥，这边。”我看过去，好家伙，这是他们律所团建吧？这么多人。蒋年带着我走了过去。陆
陆思静的眼神格外不善。你为什么会跟师哥一起下来？计上心头。我笑吟吟地挽住蒋年的手。我陪我男朋友来的。陆思静的表情在一瞬间变得分外精彩。我转头看向蒋年，伪装抱怨：不是说好了甜蜜二人游吗？蒋年一脸宠溺，甚至伸手刮了刮我的鼻尖。好，下次还你一个二人世界的三亚旅。我瞬间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，但是感受到旁边传来的2道阴毒目光，我强硬压下心底那股不适。我得适应，得适应。蒋年他们律所团建，蒋年把我打包带来了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公费旅游，不捡便宜的是傻子。我觉得他说的对，顺便还能气气陆思静，何乐而不为？为了做戏做全套，我俩指定了一间大床房，放下行李，我思考着晚上该怎么睡觉。蒋年好像猜到了我在想什么，他指了指沙发，沙发很大，够睡下一个人。幸好我自觉地把行李放在沙发边，虽然我跟蒋年不是很熟，但是我俩共处一室，莫名的不会觉得尴尬。坐了一天的飞机都很累，我9点就结束码字，洗完澡，早早爬上沙发睡了。蒋年坐在椅子上敲着电脑，门铃突然响起，紧接着传来陆思静的声音：师哥，我有事找你。我一个鲤鱼打挺就从沙发上弹起，抱起被子就冲向床。蒋年失笑，等我躺好在床上后，他才站起身，慢悠悠去开门。陆思静走进来，打量了我好几眼，突然圈住蒋年的胳膊往外走。这里有外人，我们去天台说。蒋年站着不动，眼神看向我这儿，询问我的意思。陆思静咬牙切齿地转头瞪我，讲道理，有被爽到。我坐起身，慢条斯理道：去吧，早点回来。他俩出去了，我偷摸着也跟了上去。他们坐电梯，我爬楼梯。等我爬到天台，已经气喘吁吁。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我在你身边这么久，你真的一点都没有看到过我吗？蒋年，你有没有心啊？一上去就听到陆思静嘶声力竭的大喊，我不敢探头，只敢躲在楼梯角听。陆思静，4年前我就跟你说过，我不喜欢你，可那是4年前啊。这4年我一直在你身边，你上学我陪着你，你毕业了我陪着你，你创业我也陪着你，你功成名就了还是我陪着你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看我一眼？你喜欢乔源吗？你连他今年多少岁，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做什么工作，有哪些朋友你都不知道。他只是你用来气我的一个幌子。你真的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原来陆思静也不是那么蠢。外面沉默了下来。陆思静，蒋年，我们不要这样了好不好？我这么多年换的每一任男朋友，他们身上都有你的影子。每一任。是，我的感情是很花，但是我对你是绝对唯一的真诚。我从来没有在谁身边待这么久，我也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一个人。蒋年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真的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陆思静这么卑微的语气，但是这丝毫不影响，他仍然让我觉得恶心。你玩弄别人的感情于股掌之间，你真的不觉得恶心吗？蒋年平静道。躲在楼梯口的我恨不得冲出去给他鼓掌。你一边说喜欢我，一边跟别人暧昧滚床单，这就是你的爱情观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为了那点征服欲。因为我是第一个拒绝你的人，所以你一直心有不甘。我恍然大悟，突然想起那年陆思静看着蒋年的照片，坚定道：我一定会让这个人臣服于我的。还有，蒋年继续道，我是真的喜欢乔源，他今年25，最喜欢吃草莓和橘子，讨厌芥末，讨厌夏天。目前是一个网文写手，
喜欢写天马行空的脑洞恋爱，没什么朋友，你算一个。可惜呀，现在不是了，以后私事就不要找我了。我怕乔元误会，我坐着松了一口气。小丫，我早就给蒋年普及好了我的爱好和日常。身为陆思静5年的姐妹兼闺蜜，我可太了解她了。只是还没等我轻手轻脚准备下楼，一道人影出现在楼梯口。蒋年双手抱臂看着我，慢慢挑起了眉。我抬起头，尴尬地笑。偷听墙角可不是君子所为。下一秒，他弯下腰抱起我，看着近在咫尺的俊颜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他语气有些责备：“下次别偷听了，我回去直接说给你听就是。天台风这么大，也不怕感冒。大哥，三亚吹的风都是热的，你跟我说感冒。”不过蒋年的怀抱好好闻，有一股淡淡的栀子花的味道。第二天是被蒋年叫醒的，我揉了揉眼睛，看着我身下的大床迷糊。我昨天不是睡的沙发吗？蒋年已经穿戴完毕，今天去西海玩，你还有1个小时化妆。我麻溜地起身。起先蒋年没跟我说来三亚，所以我没有准备泳衣，抱歉。他摸着鼻头，有些尴尬。我大手一挥，多大点事，就穿我自己的衣服就是。到了地方，他们换上泳衣后，我才意识到错了，穿的一个比一个露骨妖娆。陆思静直接穿的比基尼，更离谱的是白色的，还比较透，隐约能看见毛，前凸后翘，妆容精致，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的视线。他跑来蒋年面前，故意转了个圈，笑道：“师哥，这套比基尼好看吗？”还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格外挑衅。蒋年没做点评，搔首弄姿，谁不会啊？我跑到附近卖泳衣的地方，买了一条修身的黑色连衣裙，托陆思静的福。她以前去健身房总要拉上我，我的身材也是前凸后翘，小裙子一穿，头发一盘，也是个美女，好不啦？怎么样，好不好看？我也故意跑到蒋年面前去，他扫了我2眼，别开脸，耳根可疑的红了。哟，演技跟我一样精湛。我挽住他的手，我要玩飞艇。陆思静的后槽牙此刻应该都已经咬碎了吧？水上项目很好玩，如果陆思静不作妖的话会更好。我玩飞艇，他也要玩，一个摩托艇只能坐2个人，他偏要挤开蒋年上来坐我后面，打的什么算盘？我用脚趾想都想得明白。果然，摩托艇开得飞快时，他死命掐着我的腰，我大叫一声，往后仰去，狠狠撞上他的额头。上岸后，陆思静揉着额头，在人群里卖惨。我也不知道乔元怎么就突然撞我了，我的视线都变得模糊了。要不要去医院检查呀？我暗自冷笑，撩起裙子，露出腰上一片红印，转头看向身边的蒋年。蒋年，你给我看看我腰怎么了？是不是被掐了？痛死我了！陆思静，你没事掐我干什么？那摩托艇那么快，你掐得我那么疼，万一我乱动掉进海里了，我又不会游泳，你不会想要我的命吧？他的额头只有一点点红印，我的腰可有一大片呢。众人看看他，又看看我，果断站在我这边。陆思静咬牙切齿：“你别胡说，我是害怕，所以抱你抱得紧了一点，而且也不可能那么大片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自己掐的。”陆思静半天没说出话来，气哼哼的跟她那群好姐妹去另一边了。看着陆思静的背影，我直接快乐到起飞。没错，她只掐了一下，剩下的是我自己掐的。蒋年拉开我的手，把裙子放了下来，消消气，去喝点冰饮。三亚的椰汁味道有些不同，它比较酸，我喝第1口就皱起了眉。陆思静看我一眼，格外轻蔑，
第一次来三亚吧？他们这边的椰汁味道是这样的，习惯就好了。我笑，对回去，知道你来得多，谈一个对象来一次，三亚都快来烂了吧？蒋年在一边没忍住，笑喷了。陆思静气得要冲过来揍我，你少造谣我，你信不信我告你诽谤？我微笑，捏造事实才可以告，可我说的就是事实啊，你怎么告？我觉得陆思静好像下一秒就要翻白眼，被气晕了。后来2天，他没再作妖，安安静静地结束了三亚的旅途。渣男也踹了，绿茶也报复了，我也打算安分地开新坑，写新作。没想到我的微博被攻陷了，铺天盖地的谩骂、诅咒，我莫名其妙被网暴了。蒋年打了电话给我，我才知道怎么回事。陆思静休假了，在医院住院，得了抑郁症，罪魁祸首是我。她的好闺蜜杨颖在微博上义正言辞地指责我，污蔑构陷她，抢她追了4年的男神，并且用言语重伤她，导致她得了抑郁症。说真的，我走在路上被雷劈的概率都比陆思静得抑郁症的概率高。杨颖还放出了医院开的抑郁症的证明，一时间我成为了全网的攻击对象。我始终不明白陆思静搞这出什么意思，她不怕被戳穿吗？我发长文表示我才是受害者，是她抢我男朋友，在班级群污蔑诽谤我骗钱，花钱雇水军攻陷我的文。可是等我回头去找证据，许阳不用说，肯定是站在他那边的。截图那个朋友此时并不愿意证明陆思静说的那些话，新闻下面的差评全被清空了。我咬紧了呀，有钱真好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呀。我有些一筹莫展，舆论压力还在上升。陆思静发了一条微博，镜头里的她虚弱无力，唇色苍白。我也不是怪她，我只是觉得很难过。我们做了5年的好闺蜜，她明明知道我所有的软肋，她偏要拿针戳我的心窝子。我真的说到最后哭了起来，然后泣不成声。我看的眼睛一抽一抽的疼，书粉基本转黑了，一个2个都来指责我。真的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道歉去吧，真的，你把别人害得抑郁症了都，你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？你晚上睡得安稳吗？瞎了我的狗眼，以前喜欢你，我呸，挺难过的。我喜欢了这么久的作者，居然是这样一个人。看着这些评论，我真的有些透不过气了。门铃响起，我起身去看猫眼，门外站着许阳。我打开门，你来干什么？我问。他语气轻柔，我来看看你，陆思静派你来的，看看我死了没有。真不巧，我还没死呢，是不是很失望？我嘲讽道。许阳走近，一把抱住我，圆圆，你跟我走吧，我们去英国，你写小说，我做程序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我使出了浑身的力气，都推不开他，怒上心头。我恶狠狠咬了一口他的肩膀，他吃痛松开。我瞪着他，许阳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许阳看着我，语气沉沉，你现在还有其他退路吗？电光火石之间，我的脑子突然转过来了弯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你和陆思静联手做的局。他没说话，我连连后退，直到小腿撞上沙发。他假装抑郁，又在网上卖惨，夸大捏造事实，为的就是我被全网网暴。他花钱买通了一切，让我没有一丁点证据反驳，让我混不下去，再给你一些钱，让你带着我去国外，消失在他的视线中，再就没有人知道他过去是什么样。就算有他，也能花点钱摆平。他称心如意了，继续泡吧，撩男人，纠缠蒋年。我呢？我顶着全网的谩骂消失，等于默认了他给我安下的所有子虚乌有的罪名。我的事业、生活、未来
被他毁个彻底。许阳继续沉默着，算是默认了。他说：“我是她5年的好闺蜜，但是我直到昨天才知道，她原来还有另外一个近4年的好闺蜜。”她说：“我明白她所有的软肋，还要拿针戳她的心窝子。你们背着我上床的时候，不是在戳我的心窝子吗？我到底算什么呢？算你们甜蜜生活里的一味调剂品吗？”我笑出了眼泪。许阳，所以这一次带我远走高飞，是为了他，还是为了我呀？许阳张了张嘴，吐出2个字：抱歉。心脏像是被谁猛地捶了一拳，疼得我几乎站不稳。所以我这5年和3年到底图了什么呢？滚出去！我说，乔元，你这样只会伤害自己，你斗不过他的。许阳有些急了，我再一次厉声道：滚出去！许阳看了我许久，最终还是离开了。我关上门，转身看向立在餐桌上的手机，走过去，按下录像的结束键。在猫眼看到是许阳的时候，我就打开手机的录像放在这了。这个位置刚好从门口到客厅沙发，拍得清清楚楚。陆思静，是你先要毁掉我的。我把视频拿给蒋年，他赞许地看了我一眼，还挺聪明，但是光凭这个定不了罪。我想了想，调出另外一道录音，是当时在朝阳约见陆思静的时候录的。蒋年听完以后连连点头，垃圾回收，骂得有水平啊。但是视频的当事人是许阳，你说的那些也都是猜测。他没有否认，但也没有点头。录音的话只能说明陆思静和你前男友背着你出轨，至于他诽谤你骗钱、造谣，都还是没有实质性的证据。蒋年皱着眉分析，我调出手机里的截图，是当时陆思静在群里说的那些话。那个朋友虽然不愿意作证了，但是这个截图我有保留，可以做证据吗？蒋年，可以。他继续道，我医院有朋友，关于陆思静抑郁症的事，我帮你问问。我感激地看着他，谢谢，事成请你吃饭。他勾起唇，笑得痞帅痞帅的。我感叹，话说回来，陆思静追你那么几年，你真的一点也没动过心吗？蒋年寻了个更舒服的坐姿，窝进沙发里，语气平静，没有。没有想到蒋年说的医院的熟人，居然是医院的副院长。副院长出面，谁还敢隐瞒？原来是陆思静的主治医生收了大红包，偷摸给开的证明。外面烈日当空，我坐在蒋年的奔驰里，手里拿着档案袋，里面装着关于陆思静诽谤污蔑我的一切证据，包括他贿赂医生、造假证明，利用网络舆论网暴我。但我迟迟没有下车，不想告了。蒋年靠在座位上，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方向盘。不是我拉开车门，我只是在想陆思静失败以后，我该笑得多大声。我告了陆思静，也告了许阳。陆思静是主谋，他许阳也跑不了，帮着他害我，甚至还想劝说我跟他走。1个月后，法院判决陆思静因多次捏造诽谤事实，对我人格、名誉造成重大损害，被处以2年有期徒刑。鉴于许阳对我未造成实质性损伤，给予口头批评。陆思静站在被告席上，再没有往日高高在上、光彩照人的样子。她没化妆，脸色异常憔悴，头发也凌乱不堪。我心底竟生出些许不忍。陆思静被带走，经过我时，她停了下来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我爸妈不会放过你的。没等我说话，蒋年先行一步站到我身前，他笑吟吟地看着陆思静，语气里却满是警告：你让他们试试。我在微博上洋洋洒洒写下了好几千字，从初识陆思静开始，大学、工作
一桩桩，一件件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可是我又一个字一个字的删除了，最终我只发了4个字：清者自清。陆续的开始有营销号替我澄清，也有好多人开始帮我洗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真相，他们来道歉、黑转粉，为我的新书买会员、刷好评。听说许阳退出了班级群，又听说他一个人去了英国，但是这些都跟我无关了。我的生活重新忙碌，又充实了起来。当然，除了这些，还有蒋年，他总是1个星期来我家2、3趟，吵着嚷着叫我还他人情。他确实帮了我很多。我问他怎么还，他又耍赖，说再想想。门铃响起，我跑去开门。哟，今天来挺早啊。蒋年今天穿得很正式，连领带都打上了。他舒展眉目，勾唇一笑。上次跟你说过，应付我家里的乡亲，还记得吧？到我还人情的时候了。还，当然得还。化妆，下楼，上车。蒋年突然从后座拿出一束好大的玫瑰，我坐在副驾不知所措。他挑眉，装样子，让我爸妈看的。我老老实实的抱着。车开到一半，他突然开口：乔元啊，假戏真做怎么样？我心口一紧，嘴里却脱口而出：去你的！我这么帅又有钱，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？好好开车，别一直看我。真的不考虑一下？等我新书大卖再说吧。这还不简单，我直接喊人给你买完，出多少我买多少。有钱真好，有一个有钱的男朋友更好。我轻笑，偏头看向窗外，过了良久，才轻声道：等等我吧，等我完全走出许阳，我就考虑考虑。安静的黑夜里，传来男人温柔的回应：好，我等你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